联准会终于降息了，照理说市场应该要开香槟庆祝了，对吧？结果呢，整个乱成一团。今天我们就来好好拆解一下联准会的最新决策，看看它为什么会在加密市场掀起一场这么出乎意料的风暴。奇怪了，降息这件事大家不是早就知道了吗？但为什么接下来发生的事会让所有人都傻眼？明明是个好消息啊，市场反应怎么会这么天翻地覆？这背后到底有什么我们没看到的细节？好，我们先来看看第一部分，联准会降息之后，市场到底有多震荡？OK， 结果出来了，降息25个基点，也就是1码。这个数字真的完全在所有人的预料之中，一点惊喜都没有。但怪事就发生在这里，就是因为大家都猜到了，照理说市场应该很平静才对呀，结果没有，市场反而像坐上了疯狂的云霄飞车。你看，比特币的价格在短短2个小时里面，暴涨又暴跌，那个走势图根本是心变图，完全失控了。那这么剧烈的波动，你知道代价是什么吗？答案是，短短1个小时就有超过1亿美元的杠杆部位直接被清算，瞬间人间蒸发。你想象一下，1亿美金1个小时就没了，真的超可怕。那你想问谁是最大的苦主？数据很清楚哦，被爆仓的部位里面有高达83%都是做多的投资人。这真的是一个血淋淋的教训，告诉我们，在这种重大消息出来的时候，玩高杠杆真的风险太高了。所以问题来了，如果降息本身不是原因，那引爆市场的真正导火线到底是什么呢？答案就藏在联准会主席鲍尔他接下来说的话里面，就是这句话，他说劳动力数据正在走弱。你听起来可能觉得，这句话还好吧？但就是这句看似没什么的话，像一颗震撼弹一样，把整个市场的气氛都给炸翻了。这就是整个故事的转捩点。你想想看，过去几个月，鲍尔每次出来讲话，形容劳动市场都是用什么词？很稳固啊，很强劲啊，很有韧性啊。结果这一次呢，突然变成，我们再看看，而且是第一次亲口承认数据在走弱。你想，从这么有信心到这么犹豫，这种180度的大转变，市场的专家们怎么可能听不出来？那这种犹豫不决的态度，马上就让市场开始害怕一件事。会不会联准会的动作太慢了？如果经济真的已经在踩刹车了，你还在这边走一步看一步，那会不会错过最好的时机，最后变成大家口中那个 Mr. Too Late， 就是为时已晚先生？好，这是因为鲍尔的这番话，市场对未来的利率预期整个大风吹，大家都要把算盘拿出来重打了。这个预期的转变有多夸张？在开会之前，市场普遍认为，到2026年3月前，联准会总共会降息150个基点。结果会后呢，这个预期直接被砍掉1/3，只剩下100个基点。哇，这个落差真的很大。所以你看，这才是真正的关键。市场之所以会这么动荡，根本原因不是那区区25个基点的降息，而是所有投资人都在为一个降息速度会更慢，态度会更保守的未来重新定价。OK， 在外面世界风风雨雨的同时，我们加密世界内部其实也没闲着，我们也来看看几件一样很值得关注的大事。首先来讲一个根本是传奇等级的故事。有一位比特币的超级大户，他的钱包整整12年没动过，结果最近突然醒了，转出了1000颗比特币。你知道吗？他当初买的成本1颗只要847块美金，那现在呢？这1000颗价值是1.16亿美金。我的天哪，这就是所谓钻石手的终极胜利啊！再来，我们看到一个很有趣的趋势，是从南韩来的。
那边有一群被称为无所畏惧的散户大军的投资人，他们最近在做什么？他们在进行一场资金大迁徙，他们正在大量卖掉手上的传统股票，像是特斯拉之类的，然后把好几亿美金的钱全部转进加密货币市场。你不要小看这个趋势哦。南韩的加密货币采用率，你知道吗？高达20%，是美国的整整2倍。这也就是为什么南韩散户的动向对整个币圈来说影响力会这么大。好，最后我们来看一个现在正在上演的非常非常精彩的对决，就是散户对决机构。而这场战争最激烈的地方就在以太币。我们先看散户这边，我们看到了什么？我们看到有价值高达120亿美金的以太币正在排队等着要解除质押。哇，120亿美金，这通常被看作是一个很强烈的卖出讯号，对吧？但是你看另一边，机构的动作却是完完全全相反。从7月1号到现在，这些大型机构持有的以太币数量竟然暴增了116%。这很有趣，散户看起来好像准备要跑了，结果机构却在疯狂的买进扫货。所以这就带来了我们今天最后也是最耐人寻味的一个问题了。一边是可能准备出场的散户大军，另一边是拼命加码的华尔街巨头。在这场多空大战里面，你觉得谁的判断会更准确？以太币的这一波涨势是真的已经到顶了，还是说这一切才只是个开始呢？